会有如此桀骜的气息？他是司徒南，二代朱雀。让你下雨了吗？给老子滚！话音落下，只见一道七彩光芒闪动间，亡灵的身影出现在了半空中。此刻的亡灵身体上透出晶莹光泽，尤其是其双目不再如以往那般黑白分明，而是带着一股邪气。这股邪气只代表了一个字：狂。那是一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桀骜，那是一种不把任何人放在眼中无法无天的狂意。他随意地扫了朱雀子一眼，朱雀子身子一震，面色大变。这一刻，他好似真正的回到了面对上一代朱雀子时那种心神俱震之感。他的双腿立刻噔噔噔退后数步，眼中露出隐藏极深的惊骇。你是王林？不，你不是王林，阁下到底是谁？老子问你是几代朱雀？带着浓郁桀骜的言辞从亡灵口中传出。顿天怔怔地望着眼前的一幕，看着亡灵，心底升起浓浓的陌生感。他与亡灵接触时间也不算短，此刻一眼就看出眼前之人绝对不是亡灵。朱雀子不由自主地说道：“14代朱雀。”看在叶无忧的份上，老子今日不杀你，滚吧！听得这个名字，朱雀子面色从未有过的大变，好似一道闪电击中了他的身体。此时他看向亡灵的目光已经不仅仅是惊骇，其中还包含着浓浓的惧意。叶无忧，这是一代朱雀的名字，这个名字整个朱雀星只有历代朱雀子才知晓，外人绝不会知道。朱雀子看着亡灵身体外那扩散而出的一圈圈蓝色光环，历代朱雀子立刻在其脑中回荡，最终锁定在了一个身份之上。这一刻，朱雀子的惊惧更重，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恭敬地向着亡灵鞠了一躬。参见老祖，晚辈这就离开。说着，他连忙后退。顿天见状，立刻喝道：“把这4魂留下！”朱雀子脚步一顿，看向亡灵，亡灵眼中露出一丝追忆的惆怅。当年叶无忧对老子有大恨，罢了。你要这第4魂，也是为了对抗仙遗族。我便接你3年，3年后还给我。顿天正要说话时，被亡灵目光一扫，立刻生生止住。朱雀子见状，一抱拳，转身离开。10万里外，朱雀子牙关紧咬，冲着天空一阵咆哮。2代朱雀，他怎么还活着？怎么会在朱雀星？这怎么可能？当年3代朱雀算计他，引来域外修士，此人居然还没死。毗卢国炼魂宗内，亡灵的身影在察觉到朱雀子远远的离开后，身子一晃，从半空中一头栽下。顿天一惊，立刻上前把亡灵接住，沉声道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这小娃娃刚才好鲁莽，看不出轻重之色。若是换了老子以往的脾气，一掌就把你拍死！”一个狂妄的声音从亡灵眉心内传出，紧接着一团青芒一闪间从亡灵额头飞出，在一旁化作一个高大的身影。他一出现，立刻涌现出一股庞大的气息。天空在此人气息的冲击下，一片片云层凝聚，滴滴雨水从天而降。这中年人抬头看了看天空，吼道：“给老子散！让你下雨了吗？”一吼之下，天空云层顿时崩溃，消散一空。顿天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幕，说不出话来。亡灵苦笑，干咳一声。他刚才在朱雀火来临之前，已经元神归体，成就应变大道。只是朱雀子与顿天的战斗，他无法参与。在朱雀火之下，躲入天逆珠内，在那里，司徒南苏醒。只不过刚刚苏醒的司徒南空有威严，实际虚弱得很。二人甚至都没有多少时间叙旧，司徒南便察觉到外面的一幕，进入到亡灵的肉身之内，把朱雀子生生吓走。刚才险些让这小娃娃坏了老子的大事，要什么第4魂？若是让那小麻雀崽子看出端倪，老子今日岂不是刚刚苏醒，就要再次沉睡？至于那第4魂，等老子有了肉身，恢复修为，直接杀上朱雀山，抢回来不就行了？司徒南瞪了顿天一眼，顿天修道至今已经上千年没有被人称作小娃娃，此刻他唯有苦笑。敢问前辈是？王林，你我告诉这小娃娃，老子是谁？他是司徒南。司徒南。顿天想了半天，也想不出古往今来到底有哪位强者名叫司徒南。2代朱雀。2代朱雀。顿天眼中露出不可思议之色，他瞬间明白为何朱雀子会被此人生生吓走，只因2代朱雀的威名太大，甚至于在某些方面已经彻底超越了1代朱雀。顿天向着司徒南深深一拜，恭敬的道：“晚辈炼魂宗顿天参见前辈。看在你为亡灵护法，并且送出10亿尊魂幡的份上，老夫答应你，若是有机会，定会帮你把炼魂宗重新恢复道统。”闻听此言，顿天脸上露出微笑。2代朱雀亲自答应让炼魂宗道统不灭，他知足了。顿天带着嘴角的微笑，慢慢闭上了双眼。一道紫金之芒从其眉心飞出，蓦然间，尊魂幡出现在虚空。一抖之下，这紫金之芒进入尊魂幡内，消失不见。亡灵望着那含笑而去的顿天，内心复杂。他默默地跪在地上，磕了3个头。前辈虽非我亡灵之师，对我却有师徒之实，亡灵此生不忘。随后，亡灵转头看向司徒南，问道：“你有什么打算？”当然是找个能匹配老夫灵根的肉身，恢复修为后，去把当年那几个人一一杀光。哎，你等等，我看看这个朱雀星上现在有没有适合我的肉身。他说着，神识横扫，片刻后转向极北之处，眼中露出惊喜。王林，我们去朱雀星之北延吉之地，未来的肉身就在那里。朱雀星之北，昔日的雪域国旧址所在。此刻，司徒南与亡灵站在小北延吉之地的深处，在他们身前是一个全身被红色岩冰包裹的童子。这童子便是狮阴宗朱雀星大长老孙泰，迎战巨魔族老祖时放出的魔童。此魔童来历极大，而且是隐灵根，属于天生的夺舍之物，一旦被夺舍，会自然生成与夺舍者最匹配的灵根。只不过此物奇异，在没夺舍前需要放在特殊的阵法内寄养，所以孙泰去仙界之时并未带上，一直到回来后
他取出魔铜本，打算暂时离开朱雀星，距附近星域世音宗一处大的分部把其交出，换取一枚8品上阶分神丸，好解开周易的封印。也正是那时，亡灵对他召唤，所以才会有魔童出现追杀巨魔族老祖的一幕。司徒南脸上露出开怀之色，他身子一动，直接钻进了那童子体内，随后对着亡灵说道：“亡灵，用不了多久，老夫便可完全恢复修为，到时候就去找你。你这段日子要小心朱雀子，可别没等老子出去，你就先一命呜呼了。不用我为你护法。”哎呀，不用。司徒南的声音透出一丝兴奋，数万年来他终于可以再次拥有肉身。亡灵点头，沉默少许说道：“司徒，我曾听人说过，修心之精可以使极境进化，此事是真是假？这修心之精到底是什么？你居然也知道了修心之精啊！哎，修心之精，此物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在老夫没成为朱雀前，老夫也以为此物是一件强大的法宝，但当老夫成为朱雀后，才知晓此物太过歹毒。歹毒，在所属修真星上，把此物以秘法开启，便可形成一股奇异之力，笼罩整个修真星。凡是在这星球上诞生的生命，在出生的那一刻，魂魄中便缺少一个命魂。拥有此物，历代朱雀便可随意抹杀一切在朱雀星上出生的修士，除非其修为超过了问鼎，如此才可从修心之精内抽出命魂，否则没有其他办法。等老子成为朱雀后，知晓了此事，暗中使坏，把那修心之精封印。此精虽说还是会吸收命魂，但只要封印不破，后代朱雀子便无法操控。所以这朱雀星上现在才会如此混乱。以亡灵的定力听到此事后，也不由得面色难看。他沉声道：“你是说朱雀子若是掌控了修心之精，要杀我，只需一念一动，与修心之精有联系之物称为修心之心。此物历代朱雀才可拥有，通过此物献祭自身寿元，便可抹杀其上一切想杀之人。你的一丝命魂就在修心之精内，所以你若想日后平安，就一定要把命魂从修心之精内抽出来。这么说的话，修心之精可以让极境进化，是假的了？哎，此事难说呀。当年我没有极境，无法研究。好了，一切等老夫肉身恢复以后再说。亡灵，不用太过担心，一切有我呢。”司徒南说完，立刻沉默下来，开始了夺舍。亡灵站在原地，许久之后，他心中有了打算。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把修心之精上的命魂抽出，然后离开朱雀星去找天运子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他要先回趟楚国，把周如送回家。有了计划，亡灵也不犹豫，身子一动，便向着楚国飞去。一路之上，天空几乎被黑雾笼罩，在那黑雾之中，全部都是仙夷族族人。他们向着朱雀大陆飞行而去，展开第二次进攻。朱雀国方面面对进攻，也是立刻展开了激烈的反击。前锋被任命为此次战争的指挥者，一切本土修士必须要听从此人之命。大量的修士被派出各个地方与仙夷族大战，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修士战死。与此同时，一条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从一些逃难的修士口中流传开来：5级修真国水墨国、牡丹国、秦国，整个所有宗派全部叛变。3个5级修真国的叛变，立刻使得本就节节败退的朱雀国方面溃散，最终朱雀国不得不把防线缩至朱雀大陆。但就在此刻，一则更为轰动的消息传出：这一代朱雀子的师弟，当年与其竞争朱雀称号失败的云雀子出现了。他是在一场朱雀子参与的大战中突然现身，偷袭朱雀子，使得其身受重伤。而云雀子的身份赫然就是仙夷族的二祖。亡灵是在回楚国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内心的震惊无法言语。他有种预感，云雀子一定会找自己。然而有一人却是在云雀子之前找到了他。这一日，亡灵开启了一座传送到楚国的传送阵，在迈入阵法的瞬间，只见天边一个头戴草帽、散发金芒的大汉缓缓走来。王兄，一别多年，可还记得在下？亡灵见状微微一笑：“周兄，好久不见。王兄，你就不好奇为什么我没死吗？当年你从我身上把鱼鼎摸走，周某到现在可还一直记得。”这位头戴草帽的大汉正是大耳修士周武泰，他似笑非笑地望着亡灵说道。亡灵闻言神色如常：“虞姬便宜了红蝶，我想即便在下不娶，周兄也会有所选择。”过去的事情不提了。亡灵，前辈让你去找他，他会教你云雀帽的真正使用方法。在看到周武泰戴草帽而来的瞬间，亡灵便已经猜到他与云雀子有关系，而这也是周武泰没死的原因。以这些年亡灵的分析，云雀子的草帽不会轻易送人。他平淡的道：“告诉云雀子，我不会去找他。”王兄，你我都是棋子。据我所知，前辈的草帽送给了4个人，还有一个人你应该也认识，他叫子欣。闻听此言，亡灵目光一闪，嘴角露出一丝冷笑。随后，周武泰摇了摇头，转身离开了。离开前留下来一枚玉简。王兄，此玉简内记录了柳梅的意境，前辈让我给你送来，我知道他有自己的目的，看与不看，你自行选择。亡灵拿起玉简，神识一扫，随着时间的度过，他的面色渐渐阴沉起来。只因那柳梅的意境是千幻无情的，在众多有情的掩饰下，蕴含着一颗无情的心。亡灵双指一捏，玉简碎裂，然后他开启古传送阵的阵法，消失在了此地。楚国是距离仙夷族最近的地方，而云天宗早在多年前仙夷族刚刚出现时便已经沦陷，成为了仙夷族的附庸存在。所幸凡人界没有受到太大波及，
体。这一日，在楚国西部的一座传送阵内，亡灵走出，随后他身子一动，出现在了周如所出生的村子。此地一片焦土，再无半点人烟存在。亡灵见状，轻叹一声，转身离开。在楚国一路飞行，他看到了众多鲜夷族族人，但这些族人均都是4叶以下，极少有5叶存在。鲜夷族目前巨大部分族人都集中在了朱雀大陆，所以此刻这鲜夷族内恐怕是余留不多。想到此，亡灵身子一动，再次出现时已然在了鲜夷之地第1层入口处。亡灵没有停顿，直接进入。没过多久，便来到了第3层，当年与炼气阁老者等人凝练轮回果的位置。此地空无一物，只有地面上一个不大的深坑，那里便是当年轮回树生长的位置。看了看四周，亡灵身子再次消失。这一次，他出现在了进入第4层的入口，在那里，亡灵刚一现身，便立刻神色微动，隐去身影。没过多久，只见远处飞来一张巨大的人脸，在进入第4层的入口处，那人脸砰的一下化作一个6叶树咒师，在其身后还跟着10多个双目呆滞的修士。那6叶树咒师身子一跃，从入口跳下。亡灵见状，悄然无息地跟在这些修士身后进入到了第4层。第4层的世界比前3层多了一些光亮，而那6叶树咒师来到此地后，立刻向着远处飞去。他速度极快，一炷香后便来到了这第4层的中心位置。那里有一棵1人多粗、3丈多高的轮回树，在此树上方飘着一个椭圆形的光团，光团内坐着一双目紧闭的老者，同时在此人头顶还飘着一个散发出阵阵沧桑气息的符文。树下还站着10多个6叶树咒师，这些人彼此没有交谈，不过在他们的身后，每个人都带着10多个修士。亡灵暗中跟随来到这里后，隐去了身形。以他的修为，此地众人断然不可能发现，唯有那在轮回树上盘膝打坐的8叶树咒师才有发现他的资格。不过，亡灵一眼就看出那8叶树咒师身受重伤，极为虚弱。就在这时，轮回树4周的6叶树咒师一个个全部盘膝坐下，口中传出阵阵复杂难明的咒语，而他们身后那些数百个修士也是一个个双目茫然地走向轮回树，盘膝而坐。这数百个修士刚一坐下，立刻那些6叶树咒师同时大喝一声，但见那轮回树蓦然一震，一根根柔软的枝条从树干上飞快地生长出来，几乎是眨眼间，轮回树下所有的修士都被这些枝条捆绑拽扯着升空。见得这一幕，亡灵眼中寒芒闪动，他身子化作一道虚幻之影，一闪之间出现在轮回树上那8叶树咒师的身旁。亡灵刚一现身，右手立刻抬起，向着那包裹8叶老者的光圈拍去。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隆声传开，8叶老者的光圈顿时崩溃，他喷出一大口鲜血，同时身子瞬间暴退，好似流星一般迅速逃遁。你跑不掉！亡灵说着，手掌向下一按，拍在了轮回树上。但听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从树内传出，此树顿时轰的一下化作一片片碎木崩溃了。数百个修士的身体立刻从半空摔下，他们在落地的瞬间双目清明起来，迷茫之色一扫而空。离开这里！亡灵匆匆留下一句话，身子一动，冲出追击那8叶老者。此刻，那8叶老者面色苍白，咬牙逃遁。他本是五祖大人身边的8叶树咒师，即便是在鲜夷族也是身居长老之位。1个月前，他被朱雀国一个应变后期的修士所伤，险些死亡，最终被送回此地以轮回树疗伤。但他却没想到，居然在疗伤之际出现了一个应变修士，只要逃到第11层就有救了。3祖大人在那里疗伤，我若是能逃到那里，3祖大人定会出手救我。8叶老者咬牙喃喃道。亡灵在其身后紧追不舍，他手持仙剑，深吸口气，体内仙力涌动，瞬间融入到了仙剑之内。受死！亡灵右手抬起，手中仙剑一斩之下，好似开天辟地一般，仙剑的剑芒化作一道巨大的光影呼啸而去。